外看评述说，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混日子，他是真不作为呢，还是真的没有办法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拜登上台1周年之际，美国的一家知名战略智库网站发表了约书亚·罗夫纳的文章。此人在文章中发问：拜登还能在中国问题上混多久呢？他强调，拜登到现在还没有推出一个能够应对中国的计划，或者说未能阐明其在东亚大战略方面的做法。在上任之前，拜登强调了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并且在任期开始时预测了一段极端竞争的时期，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描述美国将如何竞争，或者他究竟在竞争什么。美国战略专家普遍认为，拜登团队需要确定其对中国的目标，没有大战略是不可行的。美国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为什么那么难呢？当涉及到中国时，面临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军事竞争对手。但是对美国会有多大的威胁，谁也说不清楚。美国政府尚未就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与中国打交道发表明确的目的声明，也没有发表大胆的愿景。相反，他企图蒙混过关。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所说的蒙混过关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管理人员往往无法在不澄清目标的情况下决定政策。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那么各组织就会恢复标准作业程序。拜登政府正试图在应对大国竞争的方式中坚持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他希望通过发出可信的威胁来阻止军事侵略，并希望团结世界上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联合反对美国所称的威权主义的竞争对手。当然，这个所谓的威权主义的竞争对手特指中国和俄罗斯。然而，鉴于迫切需要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威胁方面取得进展，他也希望鼓励与这些竞争对手的合作。再加上美国国内面临的疫情失控和两党撕裂，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拜登政府会继续蒙混过关，这让他的批评者感到懊恼。中国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显著的军事进步，开发了一套使美国在东亚的行动复杂化的技术和战术。这些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系统可能会阻止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军事高层已经明白，解放军已经部署了能够向第二岛链开展行动的重要能力，并寻求加强其更远进入太平洋和全球的能力。当然，这个说法是美国政客的说法。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的一些政客感到很焦虑，因为美国政府的一些新闻发布会上所聚焦的重点往往集中于国内的争议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他们认为白宫这么做的唯一好处是可以蒙混过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蒙混过关兑现了拜登尊重外国伙伴的承诺，修复了特朗普造成的外交损害。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外交官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倾听，而不是口述条款。对中国采取大胆的立场，将使这一努力复杂化，迫使美国及其伙伴做出艰难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拜登对中国的不确定态度。这是一个复杂的政策挑战。政府行动缓慢的事实，并不是拜登优柔寡断的迹象，它更可能反映了美国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这些政客的说法对不对呢？拜登真的没有提出过针对中国的战略吗？还真不是。比如中国有一带一路，拜登就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拜登还在继续针对中国玩高科技制裁，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还利用造谣的方式来制造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法案。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美国已经没有牌可打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正是更加需要中国的时候。拜登的蒙混过关，或者才是聪明的选择。拜登政府明明对遏制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却被说成了蒙混过关。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中国只要办好自己的事儿，保持战略定力，
就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